你知道吗？在中国，每1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人已经违约或正在逾期还债。他们可能穿着整洁，笑容可掬，朋友圈还在晒旅游照，可现实是他们在手机那头被催收电话轰炸，活得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老鼠。曾经的中产梦，如今成了一场群体性噩梦。2025年的中国，中产阶级不再是那个拥有体面生活、安稳收入、房车双全的代名词，而是一个债务暴雷的代名词。他们创业、投资、买房，满怀信心地背负贷款，却不曾想到背后是一个黑洞般的系统，正在一点点吞噬他们的人生。本世纪，中国迎来了一个看似繁荣的黄金时代。有产中产、创业精英、消费主力军，这些词被贴在无数30岁上下的中国人身上。他们贷款买房，贷款创业，贷款买车，甚至贷款结婚、生娃、旅游、整容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政府和平台刻意营造的借贷便利、补贴低息、审批快、额度高。2025年5月，中国零售销售同比增长 6.4%， 是自2023年底以来最快的增速。这不是复苏，而是最后的挣扎。人们是用信用卡加网络贷款硬撑起的消费数据，但这波借贷潮的后果已经显现。根据龙州经讯的数据，目前中国有2500万到3400万人已经正式违约，如果加上逾期未还的，总人数可能高达8300万。注意，这是1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5%至7%。别再以为负债是个别人道德败坏或消费无度的结果，这是系统性的。居民债务占 GDP 比重，2006年还不到 11%， 现在超过 60%， 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。法院拍卖住宅，2024年达到 36.6 万套，比2023年还高，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个人破产保护，别想了，全国只有深圳试点了一点点。截至2024年，全国真正获得破产保护的案例不到300起。在银行还算人性化的处理下，平台贷款的暴力催收才是真正把人逼疯的刀子。你知道什么叫社死吗？不是朋友圈翻车，而是你的通讯录里每个人都接到了催收电话。你爸妈、你初中同学、你前女友，甚至你孩子的老师，全都知道你欠钱了。上海一名30岁的程序员，2024年因为公司资金链断裂，工资被拖欠。他试图靠网络借贷度日，结果深陷3万元的债务。他不是不努力，他开了抖音账号，拍自己还债日记，想靠当债务 IP 翻身。结果他发现，这个平台上最火的不是努力还债的人，而是那些我欠了1个亿还活得挺好的人。他说，这年头好像不欠个几十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产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不是个例，是趋势。在杭州，曾经拥有30家培训分点、上亿年收入的白女士，一夜之间破产。起因：教培整顿加疫情，风控加银行抽贷。她变卖房车，四处找人借钱，最终还是被催狗逼得抑郁、离婚、社交崩塌。你以为这只是商业失败？不，他只是成千上万个被政策与时代夹击的普通人之一。中国的住房贷款大部分还是由国有银行发放，为了维稳，政府规定不能动不动收房拍卖。可平台贷就不一样了，你欠支付宝、微众银行的钱，就像欠了黑道，他们不光天天打电话，还会人肉你所有亲友，轮番骚扰。2023年之后，中国政府才象征性出台了一些禁令，规定不能深夜打电话，不能辱骂，不能威胁。但这有用吗？2025年了，豆瓣上的负债者联盟小组已经有超过6万名成员，他们每天吐槽的依旧是电话骚扰、信息泄露、生活毁灭。
大家在小组里讨论最多的词是社死、活该、崩溃、失联。这是一群曾经相信未来的人，如今在地下互相取暖。被法院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人，不能坐飞机，不能坐高铁，不能住4星级以上酒店，不能子女就读昂贵私立学校。他们成了数字平民，活着却寸步难行。曾经在中国引以为傲的中产身份，如今成了拖累全家的包袱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人欠钱，结果全家都跟着崩溃，亲戚不再来往，孩子无法上学，父母被电话吓到心梗，夫妻关系破裂，连狗都不敢叫得太大声，怕被邻居知道家里出事了。很多人还以为自己是个别倒霉，其实早就陷入了集体困局。是的，整整一代人从大学开始就被推向了债务的温水里。上学要贷款，租房要贷款，买手机要贷款，结婚要贷款，连看病，有些人也要刷网贷。借钱已经成了生活的基本构造。这不是消费主义的问题，而是一整套金融生态的合谋，把普通人包装成中产，让他们主动上钩，再用债务的绳索一点点勒紧。看似繁荣的社会，背后却是债务人沉默下坠的群像。与此同时，系统里那3座债务大山——地方债、企业债、居民债，正一同压向每一个人。你以为这一切是为了让你提前享受生活？不，是让你提早成为这个系统的负债人质。中国现在最大的秘密是什么？不是房地产崩盘，也不是青年失业，而是债务全面失控。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据彭博社2025年3月的数据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达惊人的94万亿元人民币，这相当于全国 GDP 的近70%。中国企业债务占 GDP 比例超过160%，全球最高。居民债务占 GDP 比例已超60%，几乎与美国、韩国、日本持平。但问题是，中国人可没有他们那么高的收入和福利。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债务三角：政府、企业和家庭，全都在借钱，全都在透支未来。有人开始问，努力工作有什么用？为什么那么拼，还是一身债？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规则从一开始就不公平。在很多国家，一旦个人破产，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清算债务，重新开始。但在中国，多数地方根本没有这样的渠道。一旦还不上，立刻就被列入失信人，连坐飞机、坐高铁、住酒店都成问题。子女入学、单位晋升、正常社交，全都卡住。人一旦负债，不只是破产那么简单，而是社会性死亡。2024年，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，有近 38.6% 的大学生尝试过消费贷， 23.4% 的人有过逾期记录。不是他们爱乱花钱，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给他们攒钱的机会。2020年前，你要是不买房，你会被全社会看不起。连房都没有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嫁个有房的，起码有安全感。但你知道吗？2024年，中国有超过 70% 的家庭资产集中在房地产，而房价却在持续下跌。恒大暴雷，碧桂园暴跌，万科也撑不住了。高峰时期，每平米5万的学区房，如今没人敢接盘。几年前100万买下的楼，如今法拍价不到60万。而你还在还当年的高利率房贷，每个月吃泡面还房贷，晚上不敢关手机，怕催收。这就是中产吗？这不是体面，是体罚。谁在赚钱？银行、平台、国企债主在赚钱。谁在破产？你、你的同学、你的邻居、你的父母，全都在崩溃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年，中国平均每天就有超过1000家公司倒闭，其中 90% 以上是小微企业，这些企业主就是曾经的中产希望。
一旦企业出问题，他们不仅赔上了积蓄，还赔上了家庭和人生。为什么不出台个人破产法？因为地方政府怕债权人往往是国企收不回贷款，怕社会风气崩坏，怕大家都赖账。但他们不怕你死，你知道吗？法院的失信人名单不仅公开当事人的身份信息，还可以冻结银行账户，限制高消费，限制子女就读高价学校，限制入住高端酒店，限制乘坐高铁和飞机。甚至有些公司直接通过大数据算法识别负债用户，立刻标记为风险人员，简历根本递不出去，招聘系统直接过滤掉。不是负债人，而是被系统定死的社会废人。只是在努力生活中被裁员、被疫情冲击、被行业清退，稍有一步踏错，就已经被整个系统悄无声息的淘汰。在这个国家，没有全民医保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失业救助，更没有覆盖全国的个人破产保护，只有3个字：还钱。现在不是不许失败，而是连崩溃的资格都没有。但人不是铁做的，他们可以假装自己还行，但这口气迟早有一天会断掉。当8300万人负债，数千万家庭被拖入泥潭，这不仅是金融问题，这是一场集体焦虑、集体崩塌、集体沉默的社会危机。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一群人的失败，而是一个时代神话的破产。中产的幻觉结束了，中国的债务地狱才刚刚开始。